总裁老婆死后，我才知道他早就把所有财产转移给了白月光，他留给我的只有一封信和一大堆债务。如果不是你当初拿救命针，我和东辰也不会错过。这么多年，他为了我终身不娶，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对了，我还给你留了几千万的债务，都是高利贷，你好好享受吧。他似乎忘记了，当初他为了在地震中救他的白月光被困灾区，是我顶着被废墟压断脊椎瘫痪的代价救出他，也忘了我这几年在他背后为他出谋划策，让他成为本地首屈一指的女企业家。最后我被追债的人绑在轮椅上，从台阶上推下去，带着不甘活活摔死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地震当天，看到为爱冲进灾区的林听婉，我转身就走。这一世，你们这对痴男怨女就锁死吧。东辰，你在哪里？我站在安全的地方，看到废墟里面的林听婉，回想起上一世，我把林听婉带到安全的地方，林听婉一被放下就打了我一巴掌。东辰还在里面没出来，楼要塌了，他会被活埋的，我们要进去救他。听婉，别冲动，地震太大了，余震随时会来，现在进去就是送死。那我就跟东辰一起死在里面。林听婉为了江东辰那可以舍弃一切的疯狂，而我担心林听婉的安全，紧随其后也一起冲进废墟中。我在废墟中拼尽全力才找到他和他的白月光，几乎是半拖半抱才将两人带离险境。然而就在我们要安全的刹那，一块巨石砸断了我年轻的脊椎，将我永远钉在了冰冷的轮椅上，开始了屈辱又漫长的余生。而他最终将我的牺牲视为绊脚石，在死后用冰冷的遗嘱和数千万的高利贷将我碾碎，含恨而终。这一世，我看着那道为了爱情冲向废墟深渊的背影，嘴角勾起冰冷的微笑，没有一丝迟疑。我猛地转身朝着与废墟相反的方向奔跑。这一世我要看看，没有了我的帮助，他们还要如何离开深渊地狱。2个月后，出乎意料，我收到了林听婉和江东辰的结婚请柬。他们的婚礼我当然要去，要不然如何见证这对痴男怨女被锁死呢？他们的婚礼在一个3星级酒店的小宴会厅举行，布置的谈不上奢华，甚至有些仓促和简陋。宾客不多，大多数都是双方的亲戚和邻居，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和怪异。我坐在位置上，一眼就看到了台上的主角。林听婉穿着白色的婚纱，面无表情坐在轮椅上，妆容掩盖不住她眼底的憔悴和灰败。江东辰站在轮椅后面，一身廉价的新郎西装，左腿依旧跛得厉害，脸上努力挤出僵硬的笑容。就在他们到我这桌敬酒的时候，林听婉开口了：周衍，我知道从小到大，我们双方的父母，还有我们周围的很多人，甚至包括我们自己，都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会在一起。如果东辰没有出现，也许现在站在我旁边的人会是你。我平静点头，没有否认。在江东辰出现之前，这确实是事实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长辈的期许，曾在我心中种下过朦胧的种子。可重活一世之后，我才明白，青梅竹马怎么抵得过天降白月光。但是我现在爱的是东辰，现在我已经嫁给他了，我们终究没有缘分，所以请你放下吧，放下过去那些所谓的可能，也请你不要再处处针对东辰了。他现在腿脚不方便，创业压力也很大。我现在对你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感觉，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你以及你的江东辰，对我来说只是路人而已。活了2世，我能不知道林听婉在打的什么如意算盘？无非就是想把江东辰创业失败的锅甩给我。这么低级的戒指，我又怎么可能会上当？我对着父母使了眼色，转身毫不犹豫离开这个充满虚伪和算计的婚礼现场。离开废墟之后，我第一时间赶到临时搭建的救援营地。我急切拿起卫星电话，拨通家里的号码。上一世，他们为了我这个瘫痪在床、几乎成为废人的儿子，耗尽了半生的积蓄，四处求医问药。他们承受的苦难比我更甚100倍。儿子，你那边地震了，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快告诉妈，别吓妈。爸妈，我是周衍，我没事的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住的房子挺结实的。我跑得快，出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老天保佑。等你回家了，妈给你做最爱的红烧肉吃，做一大锅。和母亲寒暄了几句，我挂掉了电话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闻着混杂尘土和消毒水气味的空气。这一次，我的四肢健全，身体完好无损。我绝不会再让年迈的父母为我操劳，我要用这健康的身体护他们一世安稳，享尽天伦。很快，我坐上了救援团队安排的车辆，离开了这片满目疮伤的灾难之地。3天之后，坐在客厅刷着手机的我，接到了林听婉母亲的电话。命运总喜欢开些恶意的玩笑。就在我把公司总部迁往林州之后，在一次林州举办的大型互联网商业峰会上，
我竟然又一次看见了江东辰的身影，只是这一次，他正和一个妆容妖艳、穿着暴露的年轻网红举止亲密。那个女网红的半个身子都要挂在他身上了，他的手也毫不避讳在对方大腿上游走，脸上挂着油腻而得志的笑容。当他看到几个大佬簇拥着走过来的我时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我能明显看到他眼神里的错愕和难以掩饰的嫉妒。周总你好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周总，看来周总生意越做越大，都做到林州了。江总客气了，江总这也是扩展业务了。对，也是来扩展业务的，刚起步，和周总是没法比的。寒暄了几句，我们便各自离开。峰会间隙，我去了一趟卫生间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看到江东辰在卫生间门口等着。周岩，今天你看到的事，千万别告诉听完。你和小三之间的卿卿我我又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小三，你别胡说八道。他是我们公司的签约艺人，也是我的私人助理。我们公司最近打算在林州设立分部，开阔这边的市场。他是陪我过来参加活动，我和他之间只有纯粹工作那种关系。既然是工作关系，那你还那么紧张兮兮求我给你保密干什么？我他妈能不紧张吗？你是不知道林听晚现在有多可怕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自从他瘫痪了，脾气变得暴躁，还整天疑神疑鬼。他不允许我和任何女人说话，公司里稍微年轻点的女员工都被他找借口开除。就连我在外面谈业务，他一天能打几十个电话查岗、发定位、视频，只要我不接电话，他就会无理取闹。我和他解释，他就说我这是在掩饰。我真的要被他逼疯了。看他被折磨得快要精神失常的样子，我心中升起一股冰冷的快意。钱是他给我的痛楚，今生在锁死你们这对痴情怨女后，也该让你尝尝了。我早就把林听晚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，就算你想让我说，我也没地方说。回到家，我看到父母早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，我和他们相拥哭泣。上一世我没来得及好好孝敬父母，这一世我将弥补全部的遗憾。我一边吃着母亲做的饭菜，一边把林听晚的情况以及医院里发生的一切都详细告诉父母。我还刻意添油加醋强调林听晚如何为了江东辰不顾生死冲进废墟，以及林母如何试图道德绑架我的事情。儿子，你能在那么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，还能安然回来，你长大了，也懂事，爸很骄傲。就是吓死妈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儿子，咱们不去想那些糟糕的事情，工作的事情也不着急。现在家里好好歇着，我和你爸还年轻，就算你在家3年5载，都能养得起你。不，妈，我想创业。创业？我把要开 MCN 公司的事情和父母说了，还详细和父母解释，语气充满自信。然而这个想法在前世被林听晚以不切实际为由强行扼杀，如今我终于可以亲手将它点燃。好，有想法，有魄力，爸支持你。儿子想做，那就去做，妈也支持。有了父母的支持，我的星眼传媒 MCN 公司终于成立。为了公司的发展，父母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甚至二老还去银行贷款，只为了支持我的事业。而我的事业也在二老的帮助下，正式扬帆起航。有了父母的支持和我凭借着前世在商业浪潮中沉浮的记忆，以及对未来趋势的精准预判，我成功签约下几个尚未崭露头角，但未来注定会成功的网红。公司业务也迅速在这片新兴的蓝海中站稳脚跟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。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，早已经忘记了林听晚和江东辰。直到半年后，我回到家和父母吃饭，才又重新听到了两人的消息。儿子，你那个同学就是那个叫江东辰的瘸子，也不知道给你林阿姨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拿出一大笔钱给他，让他开公司。可不是，还跟你做一样的，也是开的什么 MCN 公司。你说说，这不是和你抢生意吗？而且林听晚都那样子了。爸妈，他开他的，我做我的，市场那么大，又不是只能容得下一家公司。您二老啊，就别瞎操这个心了。这次我回来啊，是给你们买了大房子，你们还是早点收拾一下行李，和我一起去享福吧。我还是不想走了，这里都住了20-30年，不习惯。我听你爸的，而且你一个人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去参合了，我们在这里挺好的。我想把父母接到身边养老，弥补上一世对二老的亏钱，可无论怎么好说歹说，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这里，最后只能无奈同意二老的要求，常回家看看。林听晚的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说林听晚重伤在医院，情况很糟糕，想和我见一面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我也想看看这一世没有了我的救援，林听晚和他的白月光会变成什么样。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和悲伤的气息，林听晚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紧闭的双眼下是浓重的阴影。林母见到我，立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上来，紧紧拽住我的胳膊，
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周衍啊周衍，我把女儿交给你照顾，你是怎么看的她？她现在瘫了，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过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阿姨，您别太激动了，当时我和听晚其实都安全跑出来了，只是听晚看江东辰还没出来，自己又冲了回去。我看着昏迷不醒的林听晚，心里一片冰冷，翻涌着快意的冷笑。林听晚，这就是你上一世罔顾我救你性命，一心奔赴真爱的报应，这才是你罪有应得的结局。不，还没完，除了你还有江东辰。都是那个该死的江东辰，都是他，这个挨千刀的扫把星，要不是他，我的听晚也不会这样。阿姨，东辰呢？他怎么样了？那个挨千刀的在隔壁病房，听晚为了救他，把自己弄成瘫子，他倒好，就瘸了条腿，凭什么？老天没眼啊！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和悲伤而扭曲的脸，心里无比的畅快。上一世他没少和林听晚一起欺辱我。周衍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和婉婉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最深了。他现在这样，你也刚毕业，还没有工作。听着林母的这句话，我心中警铃大作。没想到前世那套泼的把戏这么快就用上，不给他说完那令人作呕托付的台词，我立刻打断：阿姨您放心，能帮的我一定尽力帮。不过我觉得吧，等东辰身体养好了，让他来照顾听晚才是最合适的。你想啊，听晚他心里最在意、最喜欢的就是东辰了，有东辰在身边悉心照料，听晚的心情肯定也会好很多。就在我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江东辰拄着拐杖出现在门口，我突然又不想离开了，我要看看失去了下半身的林听晚，江东辰还会不会和他在一起。后来从父母口中，我得知了后续的事情。据说林听晚出院的当天晚上就和江东辰提出离婚，让江东辰净身出户。江东辰起初自然是不同意的，然而这一次林听晚态度异常坚决，无论江东辰如何磕头认错、赌咒发誓都毫不动摇。江东辰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耐心和伪装。林听晚，你是铁了心要离婚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半身不遂，连拉屎撒尿都要人伺候的摊子，离了我还会要你？你不会还在做梦，以为你的老相好周衍会重新爱上你吧？哈哈，人家周衍现在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，身边年轻的小姑娘多了去，他看得上你这个残花败柳的残废，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老子肯留下来照顾你，是你天大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还想老子净身出户？做梦！这家产也有老子一份。这番恶毒的咒骂彻底点燃了林听晚的所有怒火和屈辱。林听晚尖叫一声，身体就像好了一样，朝着江东辰扑过去，把江东辰撞到桌角上。江东辰脑袋磕到桌角，当场到底昏死。林听晚也因为江东辰手中的刀刺穿了身体。原来江东辰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杀林听晚，再伪装成林听晚自杀的假象，好骗走一切。我对林听晚的恨意早就在他成为残废的时候开始就逐渐放下了。我现在有了我的生活，此时的我正陪着父母在海边游玩。老公，儿子，看这边，笑一个。闪光灯闪烁的瞬间，镜头里定格下了我们温馨的画面。这一刻，海风吹拂着，带来了闲适自由的气息，阳光毫无保留洒遍全身，温暖而又真实。没有林听晚的世界，连呼吸的空气都带着沁人心脾的甜蜜，没有算计，没有背叛，也没有轮椅的禁锢，更没有高利贷的追魂索命。这一世我会过得更好。父母来林州看我，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惊天大新闻。儿子，林听晚家又出大事情了，那个江东辰找小三了。怎么被发现的？还不是江东辰自己作死。听说在林州的什么峰会上，被媒体拍到他搂着一个小网红亲嘴，还被媒体拍了照，照片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林听晚手里，那照片拍的就差点滚床单了。可不是吗？林听晚当时就疯了，打电话给你林阿姨，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你林阿姨肺都气炸了，直接冲去江东辰那个小破公司，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指着江东辰鼻子破口大骂。听说当天晚上，你林阿姨和林听晚两人在房间里也发生了一场口水战，你林阿姨骂了林听晚一晚上，我们做邻居的都听到了，差点报警说扰民了。什么扰民？有几个邻居还拿着板凳和零食瓜子坐在他们门口听呢。以林听晚现在的性格，我已经能想象得出后续了，肯定是带人去找江东辰和那个小三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江东辰竟然被当场捉奸在床。更狗血、更戏剧性的事情，就在林听晚找到江东辰和那个小三的时候，那个小三的正牌男友也恰巧回来，三方来了个不期而遇，接下来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。这件事情过去1周左右，在办公室工作的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接起电话，传来的是林听晚那熟悉却无比沙哑和疲惫的声音。周衍，是我又进医院了，在林州医院，我有些话想和你当面说，你能过来吗？好，病房号发给我。我没有犹豫，选择答应。我想看看事到如今他还能对我说出什么。医院病房里，林听晚脑袋被缠着厚厚的纱布，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。他看到我进来，原本空洞麻木的眼睛里有了一丝生机。周衍，你不是爱我的吗？你不是爱惨我了？你明明应该和我一起进去救东辰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
为什么不肯帮我？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我听着林听晚说的话，知道他脑袋被打，出现了一些上一世的记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这一世，我和他终究不再有所交集。跟你一起进去，然后呢？和上一世一样，我瘫痪了。看着你和江东辰恩恩爱爱双宿双飞，看着你们榨干我，然后被你们一脚踢开，最后还要被你用几千万的高利贷活活逼死。你也对，我也重生了。上一世，我帮你从废墟里爬出来，我用我的脊椎换了你一条命。我帮你的公司出谋划策，让你白手起家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。我耗尽心血，用我父母的血汗钱托举你登上巅峰。我帮你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可结果换来的是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说没有我，你也能救出江东辰。我只不过是用救命之恩威胁你，让你和我结婚。这一世我如你所愿。不，周衍，我做好一点。周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被江东辰骗了，我该死。我知道你还爱我的，上辈子我们做夫妻那么久，你对我还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周衍，你不是开公司吗？只要你花钱找医生，把我的腿治好，我来帮你管理公司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林听晚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，你一无所有了。江东辰不要你了，你没钱治病了，你一辈子只能这样瘫痪过日子了。你母亲都嫌弃你是个累赘，已经没人愿意照顾你。原谅我，求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用我的一切补偿你。你的一切？你还有什么？自欺欺人的爱情，还是残破的身体？还有林听晚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她从高高在上的女总裁，跌落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、被丈夫背叛、众叛亲离的残废。这份巨大的落差和绝望，终于彻底击垮了她。看她生不如死的样子，这或许就是对她最好的报复吧。我不再看她一眼，转身决绝地离开了这间病房。你这个扫把星祸害，婉婉为了救你，下半辈子都毁了。阿姨，婉婉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婉婉，我的女儿啊，你醒了。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？听完，医生说你受伤太重，不光双腿没绑住，还压坏了脊柱神经，你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周衍，闭嘴！我的腿没了。看着林听晚在病床上歇斯底里哭喊挣扎，一股扭曲冰冷的快意从我心底深处蔓延开来，我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。听完，你冷静点，别激动，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，你也要为了东辰着想啊！你和东辰这次是真正经历了生死考验，患难见真情啊！虽然东辰腿脚是有点不方便，说话间我故意看向旁边一动不动的江东辰，江东辰被我说的涨红了脸。周衍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。难道你们不是情侣？可上次毕业旅行，你们不是都住在一个房间了吗？在学校了，谁不知道你们俩是形影不离的一对？朋友圈里天天撒狗粮，大家都公认你们是小两口子，就等着大学公开恋情了。我故意拍脑袋，指着江东辰，我明白了，该不会是你看到听晚现在的样子，知道他下半身瘫痪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你就想反悔贴近关系了？江东辰，听晚可是为了救你才变成这样的。江东辰的脸由红转白，身体颤抖，想要辩解什么，但在林母那几乎要嘎人的目光和我疯狂的质问下，他哑口无言。我见到目的已经达到，就不再说话，决定先风景扯呼，让子弹飞一回。阿姨，我家里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得先走了，您别太难过了。可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躺在病床上的林听晚喊住了我。周衍。林听晚那双充满绝望的眼睛，此刻死死盯着我，里面有着极其复杂的情绪，有迷茫，有痛苦，但更多的是一种不甘，如同毒蛇般的审视。你明明就在外面，我冲进去救东辰的时候，你为何不进去？周衍，你当时就在外面，你离他那么近，为什么不拉住婉婉？为什么不阻止婉婉？原来在这里等我呢。我就说以林听晚这种自私自利，永远只会把责任推给别人的贱人，怎么会一言不发？即使走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忘记把我拉下手。阿姨，当时我的确把听晚救出来了，可他却一心要冲进废墟中救东辰。我也想过要强行带走听晚，可是我担心，如果我真的强行拉住他，阻止了他去救东辰，万一东辰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死在了里面，听晚会怎么办？他会不会记恨我一辈子？会不会觉得是我害死了他最爱的人？难道你去救东辰不是因为爱他，只不过是想在所有人面前演绎出为爱献身、情比金坚的苦情大戏？你胡说，我当然爱东辰，这辈子我非他不嫁，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，你少在这里污蔑我。好，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说的这句话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假装伤心离去，而我这一走将带着彻底斩断过往的绝笔，头也不回离开这个令我作呕的地方。我也很期待他们的下场会如何。